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晚上好，我叫于子路，今年31岁，来自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够跟我去一起支教。你去干过这个支教的事儿是吧？对，我在大学的时候，跟着我的导师去到了贵州的黔东南山区，在那段时光里，我感受到了帮助别人之后给你的快乐。所以说呢，我希望女嘉宾也能跟我一起去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去黔东南支教过，去了1个礼拜，我陪我女儿去的。对对，黔东南，感觉非常温暖，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付出爱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对，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感觉。对，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气氛，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心有温暖，然后你也能看到他们内心有快乐，就彼此在一起很幸福。现在各个高校有这个西部支教团，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级都会有学生回来去回再去，形成一个滚动的机制，这样基本上已经常态化，覆盖面已经很广了。来4号。我倒是没有去支教过，但是我是在西藏做的是公益类的项目，当时在西藏工作了2年，然后呢是帮助西藏的这个卫生工作人员提升他们的能力。对，其实支教跟公益是一样的，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在我打篮球的时候标英文的时候你嫌弃我。那你这个狂飙英文是标的是那个跟打球相关的英语，还是打一套说一套？跟篮球相关的，比如说 Come on, come on, guys。哦，那就没有几句啊，其实。可能全场只能听见我的声音，就那种感觉。生活当中，我认为可能有女孩会觉得啊，这个人真做作，但是我认为这是我骨子里的一种性格，就是天生的很热情。哦。12号。你好，男嘉宾，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说你自己这么热情啊，你是对每一个人都这么热情，对吧？对的。那对女生呢？对女生，我只对我的女朋友热情。他就从这句话一问出来，他就的求生欲就迸发出来了。他一听就觉得是个陷阱。你觉得呢？有问题吗？他这样？他的回答没问题，但是我不太信。你看看吧，所以有的时候男人的求生欲根本没有用。对。2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除了打篮球的时候标英语，你平时会标吗？比如说你点菜的时候啊，夹杂英语吗？点菜也讲英语？点菜很难吧？只能是 this。Cool。哦，点菜是最难的。是在外国最难认的是菜单，全都是专有名词。对，我在国外点菜都指隔壁那个桌 ，this。石贝贝，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是那种嗓门特别大的，就是我也不希望你到时候会嫌弃我，到时候在公共场合就开始大嗓门就开始喊了。就是旁边的，比如说小姐姐们说：“哎，你好，过来一下。”我说：“服务员，来一下子。”就那种感觉。这个是不是属于那种社交牛人了？现在对，社交牛人应该是。他俩还真有点相像哈，我想。我看小雪一直举手，来，小雪。啊，可能是我近视眼，反正是6号应该是。
小鹿啊，小鹿，抱歉。雪化了，这是鹿。我往那个方向一看，只有叫孙雪的，我说小雪在哪里？我也在想，已经叫孙雪，叫小雪了。I'm sorry， 我近视眼。抱歉。6号。你好，我是那个6号女嘉宾郑小璐，来自浙江杭州。就是我想知道一下，如果我不嫌弃你狂飙英语的话，那你会嫌弃我英文水平不好吗？不会嫌弃，因为我英文也不好。就我比较喜欢中式英语，就是 very nice 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一时想不起来。Yes, you are very well。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我们俩的英语口音相得益彰。好，来看第一条片子。这个世界上有2个于子路，一个果断高效，雷厉风行，敢想敢做，从不畏惧；一个热情外放，充满活力，车轮丈量世界，引擎燃爆热血。截然不同的风格，组成了最真实的我。4年前辞掉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现在是一家公务员培训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工作专注，有拼劲儿。生活中，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热爱。喜欢机车，我会先买一些模型过瘾。有了它们，似乎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我还是个驰骋赛场的篮球少年，沉浸式打球令我快乐。打球飙英文，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那个热血少年。我的球友来自5湖4海，我一般都能很自来熟，能迅速的跟他们打成一片。我的这种性格呢，是受我的妈妈影响比较大，她是一个超级开朗、超级热情的老太太。娟儿姐，我回来啦！陆哥回来啦！这就是我妈，我叫她娟儿姐，这个姐子，她叫我陆哥，村里的社交红人，70岁了，还做眼部提神的爱美老太太。有了坏情绪，和娟儿姐聊一聊，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希望我未来能遇到一个女孩，那种看一眼就可以忘记烦恼的女孩，我们一起骑上心爱的摩托，去吹吹清凉的晚风。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来自杭州的王雅，目前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作为你的女朋友，她认为机车运动是一项既危险又有些烧钱的一个运动，她非常阻止你，但是你人生中可能就只剩这个爱好了，你会怎么办呢？首先我想阐明一点，这个可能不太烧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假如说他不喜欢我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理性的看待。非常强制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能一开始了解的时候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可能会比如说不能走到一起。机车运动你是骑帅还是骑快？我的技术说实话我也不是那么快，所以说我更多的是在感受沿途的美景和放空自己那种感觉。明白了。唐宇。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更倾向就是找个女朋友跟你一起骑车，还是找一个挡泥板？我没理解。是一个亲密关系当中的比喻，是并驾齐驱呢，还是你在前面带着他？你喜欢哪种关系？我觉得我更多是带着他吧，为他挡风遮雨这种感觉。16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是从小就跟妈妈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还是说长大了以后才会以这种昵称相处？因为小时候如果叫自己的妈妈叫姐就很奇怪。很奇怪，确实是。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叛逆期，后来呢，我去北京上大学了之后，才觉得就是母亲需要陪伴。我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她给了我生命，我应该去感恩她。
你叫你妈妈叫娟儿姐，娟姐，对你叫你爸叫什么哥呢？叫海哥。你们对自己的爸妈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称呼跟大家分享一下？13号，因为我妈叫陈霞，所以管她叫霞霞子。小鹿，就我叫我爸爸叫卤蛋，因为他是个光头。有3个姐姐是什么感受？超级无比的幸福的感受。你看他这个开心的劲儿，就像来自一个家里面无比幸福，爸妈也恩爱，对他也好。你想，他这个美滋滋的，还有3个姐姐，从出来就没人跟他说，他就在那乐。3个姐姐也好，对你特别好，是吧？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会帮助他们去处理一些事情，帮助他们维系跟妈妈、跟爸爸之间的关系。能感觉到，而且妈妈70岁的时候一头红发，那这个其实背后也是一种心态的折射。对，她还去做了眼部提升，她特别爱美，我特别开心这样。你回家是大姐、二姐、三姐、娟姐，是吧？对。然后他爸是海哥，他是陆哥。哇，14号。就是我看到你 VCR 里面说到，你希望找一个看一眼就可以忘记烦恼的女孩，就你是喜欢那种笑得比较甜，然后长得比较甜美的女孩子吗？我觉得这个是看感觉吧，应该，比如说，如果是感觉到位的话，成熟范儿啊，还有甜美范儿，我觉得都是会让我心动的。我个人感觉。不过你看他这个样，什么样的女生跟他在一块儿比较匹配呢？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大大咧咧的女孩，匹配度比较高。你能想象一个每天多愁善感，下个雨都能掉2滴眼泪，跟他在一块儿谈恋爱是什么感受？跟一个林黛玉这样。看下一条。爱情是门学问，每一次失败的恋爱都是修炼。第一次恋爱是怦然心动的遇见，我们海誓山盟，天真的以为即使地球毁灭也要在一起，但是没想到最终败给了异地。第二次恋爱，它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中的满分默契。我想他的时候，他也总是刚好在想我。打他的电话总是占线，因为我们连想念的频率都是一样的。我喜欢这样的默契，它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即便到最后，我们连分手都变得很有默契。第3段感情让我知道，原来爱情是会消磨殆尽的。最开始呢，他吸引我的点是他认真工作的样子，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管宠物，不打扫卫生，我对他有点失望。后来他不断地跟我借钱，累积的数目也是越来越多，我感觉挺困惑的。原来他是瞒着我，被人骗了钱。我劝他报案，但他执迷不悟，甚至让我继续帮他还债。这些点点滴滴，在1年半的时间里，耗尽了我们的感情。希望未来的你是独立自主的，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我喜欢有条理的女生，希望我们能一起打理好2个人的未来。我很喜欢他那个第2段感情，那种默契，太了不起了。哎，觉得该分了，2人都这么想的。15号。您好，男嘉宾，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第2段感情2个人这么有默契，这么契合，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呢？最终是败给了现实，因为他当时要在青岛发展，我要在北京发展，可能家庭给他的一些压力等等。
那就是跟第一段有点相似，就还是因为就是后面会异地，是这个样子吗？大概是。那您现在怎么看待异地恋呢？我觉得只要够真心、够喜欢，我觉得还是能战胜异地的。我觉得我有这个信心。好，谢谢。13号。男嘉宾你好，第3段感情这个借钱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被骗了，然后陷到一个小坑里，然后我想帮助他走出这个泥潭，就是这样的。就最后没有成功是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伴随着很多事情的发生。你比如说，我在异地出差，然后不能抽身去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件事情，可能也是精力不够，最终可能走向了结束。所以你觉得你们2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所以你觉得你们2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细节打败爱情吧。3号。男嘉宾你好。你好。那你第3段感情，你说了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的，那为什么到后来你发现他慢慢的不爱宠物，不爱打扫卫生，这些细节打败了你对他的爱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古人说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古人都没有研究明白爱情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的男朋友创业阶段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我其实是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他的。就是我不知道你对2个人共同创业，或者说对于经济这一块你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帮的情况下，我会尽力的去帮。那你们为什么说因为他不爱宠物和他向你不断的借钱这2个原因分手呢？这个就是他在相处当中难免会出现很多具象化的问题。我觉得很难在台上用1句话去总结，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2个人在恋爱关系当中，一方向另外一方不断的借钱，和2个人，比如说一方要创业需要帮助，这件事情是有区别的。对。所以这个是具体的问题，可能谁都不会像他那么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陈斌你怎么看？就结婚之前，比如说经常有一些玩啊一起的活动，那可能每个月我拿多少你拿多少，清晰且双方都是自愿。他刚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他并不自愿，就是这个借款的频率和额度已经超过了他自愿的边界，这是他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那个女生你能判断到她已经被骗钱了，而且你明明感觉到这个是有问题的，应该报警的时候，但对方却不报警，我觉得这里面这个钱的往来的背后还有一种价值观的问题。对，他绝对不是简简的财务观念的冲突。最后一个问题，1号。我想问你有没有在他第1次借钱或者第2次借钱的时候搞明白这些东西？你还是你只会蒙在心里说我忍，我最后忍不了了，我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在忍，而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时间去深究这件事情的。这可能也是赖我。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想维持一段很长的感情的话，就是人家说有问题就要提出来一起磨合嘛。但我觉得你就是应该先提出来，不然的话就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谢谢。我想给你再往上延伸一点小建议。他们为什么心里已经倾向于可能离灭灯会多一点的原因，是我的感觉是因为刚才在提及3段恋情的时候，您的表现是偏回避向的，本质上是在于你的坦诚度还不够。谢谢陈老师。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牵过我。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飞哥好，黄澜老师好，陈伟老师好，24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是王旭光，来自河北唐山，今年27岁。 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我给另一半做饭的时候，他可以从后面轻轻抱住我。 你做饭的时候，他从后面轻轻抱着你。对。当我听到男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脑袋里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一定是某种类型的电视剧看的比较多。是的。是不哈？您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的女朋友在你做饭的时候轻轻抱着你的时候，下面的剧情是什么样的呢？我感觉我微微回头，来上一吻会更好。哦，来，有人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孙雪，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可能是不是你的前女友没抱过你？我跟你讲，就是做饭的时候，后面要有一个人抱着你，你会非常热。这是有过生活经历的女人。在这个问题，我在跟我的同事讨论的时候，我的女同事只要结过婚的，看到这句话，她是这么说的：“哎，烦不烦弄的？哎，烦不烦弄的？”而你想想，哇，好甜，回头吻她一下，她还帮你擦擦汗。电视剧确实看多了。电视剧看多了。日贝贝，你想象过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或结了婚之后，他在做饭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就只要你做饭，你让我干啥都行。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是你一直做饭，我就一直抱着你黏糊黏糊那种，我可能做不到。也不是一直搂着嘛，就是偶尔来那么一下，我感觉会可能会就意思一下就行了。对。而且我再告诉你啊，你在翻那个锅的时候，他在后边这么一弄你吧，尤其是那个爆炒的菜，你手稍微一慢一点，那就会糊。你要是不做饭吧，也 OK， 但你要是接着做饭，又似乎有一点不尊重，所以有时候也会进退两难。我觉得吧，从生活的真实来说，这种场景在你的人生当中会出现这么次把两次。如果你们真的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且走向婚姻之后，这一幕再次出现的概率极低。极低。哎，好。更有可能的是玩着手机，宝，饭好了叫我啊。好，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对方是过度思考者。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话。比方说，可能我正在忙，正在工作，可能就是一句话，语气不对呀，或者说等等一系列小事，他就会大开他的脑洞，各种想象全都出来了。疑心很重。可能会对。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高敏感人群啊，可能对，就是敏感值非常高。是的，这种对。6号，就是男嘉宾他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面的一种爱情，那么我觉得偶像剧里的女孩子心智也不是特别成熟的情况下，就是会胡思乱想。对。他说话像不像偶像剧里的声音？像。但他这个外表之下，他逻辑非常好。刚才那句话让我惊到了一下。对，我也没想到。对，从背后会抱着你的女人，就会是那个作的人。是的，这个话也让我略感吃惊。哎，我想问6号，你会男人在做饭的时候去抱他一下吗？我会的。但是他同样脑洞大到你吓死你。我收教了。 23号，
其实有的时候女生她在乎你的时候，她并不是说故意去想这件事，只是这件事情会一遍一遍的在她脑子里面不停的过，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前任有时候，然后我联系不到他了，我是真的很害怕他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比如说被车撞了之类的事情。你说这种算是那种过度思考吗？其实也没有。如果说真的会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的去和他解释，去和他分享我当时在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下没联系到你，会担心出车祸了、掉下悬崖了、被外星人劫走。这种思路一般是妈妈会这么想。女朋友只有一个思路，跟什么女人在一起？7号。王嘉宾你好，就是我是一个那种分享欲极强的那种，就比如说我喝一杯奶茶，里面有几个珍珠，我都想分享的那种。那如果说你在忙或怎么样，我一直给你发，然后我们的聊天记录全都是我的消息，你说会不会就觉得特别烦的那种？我可能会感觉很甜蜜，很幸福。甜蜜。对。唉。我感觉有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个人惦记着，会非常好。喜欢黏的，你就要忍受作，这个是你得认。这是一个套餐，你不能把这个套系里边你要的留下，这个我不要，那就不叫套系。好，那叫单点。好，来看第一条片子。夫妻关系不和谐，总是争吵怎么办？孩子内向不自信，不爱学习怎么办？如何激发孩子梦想，给孩子树立目标？这些出现在很多人生活中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研究的对象。我叫王旭光，目前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负责人，身处教育行业，平常思考最多的就是家庭教育。记得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热议话题：当父母需不需要考试？我觉得家长的考试这种形式并不重要，但是父母的学习必不可少。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在未来的家庭教育中不要缺席。其实我们王总还是一个很暖的人。王总，方案可能很晚才能改完。来，拿走。王总说了，对我第一，工作第二。王总，外面下雨了。那早点下班吧。王总说可以早点下班啦。小叶，听说明天阿姨生日啊？怎么了？有什么惊喜吗？来，拿走。哇，王总说了，家属生日都有礼物。王总，您的下一段旅行3小时后开启。闲暇之余，我喜欢旅行，每年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10点打卡的计划，跟着音乐里的旋律去旅行，跟着短视频里的达人去旅行，还有跟着朋友圈的9宫格去旅行。上头的时候，头天晚上看他们朋友圈跳伞，第2天我都在天上了。征服天空，征服宇宙。我旅行有个习惯，住酒店不求最贵，但求最新；吃美食不求有名，但求一个地道；约同伴不求人多，但求志同道合。希望未来的旅行中不光只有我一个人，我想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带他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住酒店不求最贵，但求最新。因为我们经常出去要经常办一些这个活动会务，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酒店，它的就是装修会非常老，然后新的酒店相对来说装修各方面都会比较这个新一些，然后也会比较干净一些。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因为我也是幼儿园老师嘛，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让孩子，就是说对家长会袒露心扉的那一种？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幼儿园的小孩子，他们会有很多秘密，就不愿意对自己的家长说的。其实特别简单的就是不要以家长的口吻去和孩子对话。反而我们现在看那些真正是和孩子之间相处的比较不错的，都是那种把孩子当朋友，然后孩子呢也会跟家长就是完全没有距离感，那样的话你才能真正走进孩子内心。对，说白了就是还是要懂孩子。对，这个话我特别认同。做父母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忽略孩子的感受。黄澜曾经说过一个事儿，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小的时候，家里边一有什么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一大桌，当爸的来了，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你唱歌不好，你唱个歌。小朋友一个紧张，一个尴尬，
我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给唱个歌？对呀。我爸老让我说几句啊，你给长辈们都说几句。啊，我觉得这个说几句比那个唱歌还要命。对呀。比如说要碰到陈明，陈明那时候打小就喜欢说两句。我这确实没有，我很害怕敬酒。但是你说的好呢，他们哟，这孩子可好了，然后对吧？以后一定能当辩论赛冠军。那当然没有。还有就是很可笑的是，我爸爸就会说：“你看，幸好我从小培养他，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他的功劳，给我的机会。可是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哎，莫老，你小时候表演过什么？你爸妈有没有让你表演？他们也是经常让我说两句。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帮小孩子在一个院子里边去看露天电影，一群孩子回来之后，坐在院子里边开始了。你们都说两句，刚才那个电影演的是什么呀？其他人都说不出来，就我一个人说好久。哇，天赋异禀。但是我很厌恶这个活动，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儿很蠢，但是我依然能说得很好。很厉害。2号。男嘉宾你好，我看 VCR 中你说你喜欢跟着视频达人去旅行，那你平时去旅游的时候会喜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旅游的感想啊什么的用文字或者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呢？会，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多拍拍照，然后录一些视频。就是我认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处去体验我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你选择目的地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你怎么选择目的地吧？比方说某音某手可能会有一些视频，我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美，然后我就会去给它标注一下这个地方。比方说我今年出差，像他想的出差路过，这个思路跟我很像。对，我就跟着孟小发走就好。啊，对，这也是一个可参考的一个捷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某个音乐里面可能有着某一个地方，我就感觉音乐很好听，然后里面的歌词会把这个地方描述的很美。可可托海牧羊人会有，就想去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前2天听到养蜂女，对那个那拉提好像是啊，我特别想去那个地方。新疆那拉提草原。对啊，你们俩很投缘的。是可以，我们下回相约一起去旅行。跟我一起去是吧？可以，我们去川藏线，可以。好，可以。好，看下一条。水晶鞋、白色短裙、及长发，她就像是偶像剧里的公主，却没有娇气傲慢的公主病。我对她有好感。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过会成为她身边的王子。一次公司组织团建，让所有的伙伴带家属，单身的我就半开玩笑发了一个朋友圈征集家属，没想到她在下面留言报名。哎，她开玩笑呢吧？不是真的。3天的时间，快速拉近了我俩的距离。在那之后，我们俩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打车的时候，他还会把车牌号和行程分享给我。哎，我那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在他心里是有分量的。正当我琢磨该如何表白的时候，我得知他要出国留学。那一刻，我内心仿佛被狠狠地戳了一下，我感觉我马上就要失去他了。我喜欢他，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向他表白。余生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吗？我等你这句话很久了。没有想到我表白成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拉进了她的这个闺蜜群，然后群里就开始恭喜大姐喜提光哥，然后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哎，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她一直在等着我表白。一次聊天，他无意当中聊到当时是不是太轻易答应我的表白了，我心里一咯噔，他是不是觉得我微信表白不够正式啊？我找了专业舞团练舞，整整筹备了3个月。当时我就一个想法，我的女人必须我宠，我要给她一个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美好回忆。在她回国的时候，我联合了我们身边所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给了她一个惊喜。但异国时差造成的失联感还是击碎了前面的所有。他最后向我提出了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距离产生美，而我却觉得距离产生的只有距离。我理想中的爱情是2个人之间有着沟通，彼此陪伴，共同成长，一起抵御风霜。
这个里边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细节是超出我的想象和认知的。那个女孩把你拉进她的闺蜜群，是。台上的女生，你们有干过这种事吗？1号。因为我就是喜欢把我的男朋友会拉到闺蜜群里，我们会一直一起出去吃饭。哦。然后而且有时候就是我是非常放心他们俩独处，我会这么说的，我会说，哎呀，我现在很忙，你不要找我了，你就找我闺蜜说吧。你是一个分享型的姑娘啊，他们都不会做就是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这种事情。你从来没遇到过是吧？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所以我真的挺好奇这个事情的。人生的路还长。6号。其实我觉得把你拉到闺蜜群里面就是代表着她对你的一种认可。那么你当时是怎么样去介绍你的女朋友的呢？就是对你的朋友。我这个事情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当时是在一个晚上，我得知她要出国的时候，然后我就表白了一下，然后她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长时间。我就特别感动。后来我了解到，她的闺蜜早在我们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她说要替她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表白。哇！然后她不同意，她说一定要等着我说出那句话啊。所以说后来我也给她做了一个表白的一个形式。然后当时我给我的朋友们介绍她的时候，就很棒，这是我的女朋友。对。你会不会把女朋友拉到你的兄弟群里边？那不会，这就比较有经验。那不会。杨以娜1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前任说，就是觉得你微信上表白不太正式嘛，然后你就给他筹备了3个月，我觉得还就很浪漫哎。在他第1年回国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时我是不是答应你太轻易了？然后当时我就听到心里去了，我说我的女人必须我来宠，我来宠。哇！然后我要给她做一个不一样的表白，然后我就筹备了舞蹈，当时请了她身边的，包括她那几个闺蜜，共同给她来了一个快闪。效果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1年3个月吧。1年3个月，那个表白筹备了多长时间？3个月。值得，我的女人要我来宠。是。你们有没有你们的前男友筹划这么长时间跟你们表白的？12号。你好，男嘉宾，我男朋友没有筹划这么久的表白，但是他有追我追了3个多月，将近4个月。那时候我们2个人就是只要打车，他给我发定位，然后会给我发车牌号，然后出租车前面会有哪个司机，他也会拍给我。那时候我就会感觉我们2个人，可能关系越来越近。我这一点跟你很像，但我比你可能还要夸张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前男友是异地，我去哪里他会帮我打车。用他的软件帮你打车？对。那是为了知道你在哪儿下。其实他刚才女生给男生发这个打车信息和打车照片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又有点主动的行为。对，就是这个信息发给你，首先一定不会发给普通人。对，所以意味着你已经是特别的那一个了。其次，他有个潜台词是，我有点害怕，我觉得路上不一定安全，你要负责我的安全哦。所以就一张照片又没有额外的话，这个一下就觉得心弦被波动了。其实从一开始他也有点这样的意思，两情相悦，但是又没有戳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互动。还有生活中你们女生可以告诉男生的，表明了那种我是对你释放了一种信号的。3号。就是比如说我会时刻的关注你的动态，你每天固定的哪个点在做什么，然后我会给你发差不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吃早饭，我就会发我在烧菜，然后深夜会给你点赞。像每一条朋友圈都有一个人来点赞，也是说明一些特别的情谊。是，你们觉得这个男生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他就很有保护欲，我感觉。我觉得是单纯。不是，我会觉得他内心深处这样一个小孩儿，他很希望那种男人要保护女人，我的女人我来宠。
这个叫小 man 型的，就是他又要比较 man，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大 man 型的。飞哥是属于大 man 型。飞哥，我不属。那你是什么 man？ 我都不一定 man。直贝贝。就是你一开始跟我们展现的那个 VCR， 就是这个女孩，她是穿着白衣服、白裙子，然后又长直头发。你是不是一直喜欢这种很温柔、很恬静的那种小女生的感觉？其实她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单纯、非常干净的那么一个女孩。我们是在一个活动现场认识的，她就当时穿了一个小白裙子，穿着一个小凉拖鞋，然后手里一个手拿着一个盘子，然后颠去跟我去打餐，颠去跟我去打餐。我那时候对她印象就非常好，我就感觉，哎，这个女孩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很单纯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你喜欢的女孩的类型是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所以这就是你喜欢的女孩的类型是吗？当时确实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怎么发生什么事了？我跟你说，这个他没关系。咦，我就觉得吧，问题就出在他对那个场景描述的过于细致。白色的裙子，穿个凉鞋，颠，那就你跟他像了。我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会比较喜欢，就是剥虾都要让别人剥的女孩子呢，还是喜欢就是虾会自己剥，就比较独立的女孩子？我可能会为他剥虾多一些吧。这答案有点让你没想到是吧？有点出乎他，要么是自己剥虾，要么是让别人剥虾。突然来了一个给我剥虾的，他就乱了，他一下子。哎，那如果男朋友给你剥虾，你会送回去？对，我会给他包回去。说不要。他给我剥虾，我会给他包回去。我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就说了一个小白裙，话灯全就灭完了。可是还有一盏灯留着的。你留着，你冷静一点，你把这话说完。就是说，直贝贝在问，就说你喜欢的那个女生好美啊，你是不是就喜欢那一款的意思是说，她明显不是那样的偶像剧的女生，然后呢，她想确认的是，她到底是不是你会喜欢的那一款。但是呢，你一提到前女友啊，你那个脸上幸福的表情啊，当时的回忆啊，哎，你看你把他活活说死了吧？你那个幸福的样子把他们彻底激怒了。就是你具象了爱情，你知道一旦具象的后果是，不是那款的心里会说，那我不是，我就挂，他不会喜欢我。是那款的会说，你是来找一个影子的，你就算来找了我，可能也只是因为我跟他很像，我不想成为一个影子，也把灯灭了。好，你看我就说的那个3原则，关于说到前任的3原则，不主动提。不回避提，不提细节。你看你犯了2个，他是主动提，还死命的提细节。小白裙，那个女孩现在哪儿呢？还在国外。你希望这个节目她看到吗？过去了。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一份真的爱情嘛。就是她分手之后还没有再谈过恋爱。我了解的还是没有的。这句话现在就是24盏灯亮完，这句话说完也没了。他说前女友在国外，现在还没有。要是我也灭了。其实好多男人，你自己仔细回想起来，真正在你生命当中印象特别深的女孩，我感觉不会说有人说啊，我真的全都忘了。我感觉但是我会，人家不拿出来说呀。对，我的问题。好，再见，谢谢。一路到走访，曾一起走，却错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我叫郭汉野，30岁，来自广州。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能每天花2分钟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什么样的事情坚持每天2分钟呢？看书、健身或者做一顿早餐。2分钟健身够吗？什么运动2分钟就够了？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或者改掉一个坏的习惯，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但如果我们剖析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来做的话，2分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22号。嗨，男嘉宾，那个我想知道一下，就可以理解为你希望你的女朋友是一个自律的人吗？是的，我希望我跟我的女朋友能够一起进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所以你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也不敢说非常有条理吧，但是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打个比方，我每天其实会看至少2分钟的书，然后每周会健身3次，逢周2、周4的晚上，还有周日。每天看2分钟的书，会不会有点太仓促？我说2分钟，并不是真正只看2分钟。起点就是一个。对，像我坐飞机过来这里，我其实看了1个多小时，那总共的时长是1个多小时这样子。给一个亲切的开始，别太大压力。明白明白。每天看2个小时书，基本上大家就算了吧。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觉得我的普通话太过普通。你们觉得自己普通话有点不自信的女生举手看一看呢？我肯定是。你是广东哪里？我是广东我的祖籍是广东湛江的。哦，好难。湛江应该没有错吧？没错，湛江。你呢？我出生在陆丰，但是在广州长大。陆丰，海陆丰地区。以前有人嫌弃过你的普通话吗？有，我的老师，还有我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会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能再说一遍吗？”我说的是有没有女朋友嫌弃过这个？有，他们会经常开玩笑，但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开玩笑方式，自己也会去接受。那你可以跟他们说，跟我谈恋爱有没有像跟 TVB 剧里面的人谈恋爱一样嘞？好，看第一条辩论。精心雕琢的细节，天马行空的想象，坚持个人风格，也尊重审美差异。我是品牌设计师郭汉燕，海外生活8年，知名设计院校毕业，回国后进入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2019年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品牌设计公司。创作中甲乙双方的碰撞，让我学会了细品对方的潜台词。这次预算可能有点紧张。客户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好了，那我们在创意上多想想。那辛苦你们了。没事，这是应该的。设计工作的职业敏感，让我更留心设计细节。商场的推拉门究竟是推还是拉？永远无法同时充电的插座，充电和听歌无法同时兼容的手机插口。我喜欢在生活中营造氛围感，听歌音量调到最大，享受音乐的世界。冥想1周2次，让自己彻底放空。坐在有氛围的咖啡馆，翻阅着纸质书，喝着咖啡，再抄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夜幕降临，听着白噪音，进入梦乡。高效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沉浸生活，我会努力让你的生活更加诗意，希望我们开启一场沉浸式的恋爱。你们要不要吐槽一下生活中让你们觉得特别抓狂的那些愚蠢的设计？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很长的图，吐槽那些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有一点，他说飞机那个座椅啊，你看看那个飞机人的膝盖离前面座位，你认为我们都只有1.4米吗？还有没有类似的？来，1号。就是那个小样的那种洗发水的包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有时候去住一些比较快捷酒店嘛，然后当你洗了头发之后，你要去撕它的时候，我真的撕不开，我很暴躁，我撕不开。我还要吐槽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手机的那个充电的和那个耳机那个，它是分开的，我好暴躁，就是它一个孔是一个孔，我就受不了这种，而且我不喜欢戴蓝牙耳机，其实。你为什么听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表现出这么平静？因为我非常认同他所说的东西。其实他所说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提到的用户体验，包括插头，如果上面是平的，下面是三角插，我放了一个电脑充电的话，是无法用上面那个插头的，所以它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设计。还有我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多多少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的，就是导视设计。其实我们正常的阅读方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但是你们能看到是，我看到是 Rooms 201到216，其实它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是因为它中间的间隔太大了，而且并且是平分4格的，很容易做成误导。那像一些好的设计的话，会像是这样，我们会通过颜色、通过字体的大小、通过字体的粗细以及间隔，增加这种鲜明的对比，让用户一眼之内就会知道说我现在的楼层是多少，这个楼层里面拥有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说到那个箭头，我想到一个，就我永远分不清的，只是排上一个向下的箭头到底是哪个方向，就旁边写了一个什么什么，比如说啊，这个航站楼3下，我也可以理解成到了，就在这儿啊，也可以理解成往前走，也可以理解成回头，就它同时指示了3个方向，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就是你不知道我该理解为3维还是2维。1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说话是那种慢吞吞的，然后包括你的生活方式就是都是很缓慢，就是你是比较喜欢性格安静点的女朋友吗？其实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偏爱比较安静的女生，然后我的生活节奏其实并不慢，我非常的高节奏，然后工作的内容也相当的大，压力非常的大。我觉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学会找一个平衡点，放松和专注之间的平衡点，让自己能够持久的走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倒觉得他现在这个形象是他的职业面具，就他的这份职业已经需要他必须一种稳重，凡事已经考虑得很清楚、踏实，然后慢速，但最后语句尾有一个顿挫感，呈现这种力量与专注，这是一个专业性的表达。所以你看他是黑白黑，但是袜子才是他内心很真实的一个。要不要拉起来给我们看一下？朗宅呀。哇，还很长哎。对。所以如果它是一双黑袜，那是它是外内都是朴素严谨，但它其实不是，设计师内心还是有一些艺术直觉和火热的气息的。穿黑袜子有毛病吗？没有，黑袜子就是他内心他都不会说，我其实私底下是一个很搞笑的人。我的意思就是穿黑袜子没有毛病吧？看下一条。在一次展会上，我认识了心动的那个女孩。那时候的她刚结束一段糟糕的恋情，处于情感的愈合期。刚走进她世界的我，自然而然成了她最好的聆听者。她会告诉我关于前任的一切。我做宵夜给她吃，讲笑话让她开心，用尽所有办法，希望陪她快点走出来。慢慢的，
我们越走越近。他是一位情绪需求很强烈的人，遇到不开心的事会全部告诉我。我会一本正经地给他很多建议，但他抱怨我不够懂他。后来我才明白，其实那个时候的他只需要有人聆听、了解、支持，那些建议根本不重要。我们分手了。回顾这段感情，匆忙的开始让我们忽略了彼此有太多不合适的地方。在未来的感情中，我希望我们的磨合期能长一些。我不希望相处过程中在社交软件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更希望高效完成工作之后，彼此拥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女孩在不在感情愈合期，除非她自己主动告诉你，一般人是很难不易察觉的。是的，当时候是他主动告诉我的，并且他有跟我说，我是第一个知道，除了他妈妈。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因为我当时候很喜欢他，也很欣赏他，甚至是让他尽快走出这个不开心的感觉。3号，你现在是处于你的感情愈合期吗？不是，我已经单身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那你是怎么看待就是感情中的空窗期和无缝接轨的这种事情呢？可能不会立马追求，更多的是先从朋友做起，然后把这个磨合期放长一点，更加了解对方和让对方了解我，这样子的。2号。就是你喜欢那个女孩子，她会跟你无条件的分享关于她前任的一切，你是真的能够内心接受听她分享她前任的一些故事吗？其实他分享的时候，更多的是伤痛以及对前一任的失望吧。虽然有一点过意不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真心喜欢和爱上他的话，我应该多去包容他，然后去磨合。你们俩看法是？就是男生跟女生区别非常大，就女生的过程它是更线性一点，女生刚刚分手之后会有一段痛苦期啊，伤痛欲绝，然后这是抽离期，最后是释然期，开始放下了，然后开始新的恋情，所以他介入的那个时间其实有加速他的痛苦的过程，让他过快一点，其实帮到他的。但男生是反过来的，男生刚刚分手会先有一段兴奋期，然后再会有一段反思期。之后才虽然分手了，其实前女友还挺好的，怅然若失。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正好反过来，这就导致了很多时候刚刚结束之后错位的关系。就女生老等着你回头找我，那没找我，等你想找我的时候，我已经释然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看你有多在乎对方。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正好遇到他遭遇分手很痛苦，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愿意跟你打开，你是多好的了解他的一个机会啊。对吧？这就是看男生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像那个男嘉宾那样，我就小本本记一下，前任犯过的错我就不要再犯了。就他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但默默就已经记在内心小本本，时不时给你惊喜一下、闪耀一下，是这个类型。有一个话题我很想听一听女生你们讨论一下，当你们碰到事情了，你们更希望跟男朋友听到的是他的情感上的那种所谓站你们这边，还是真的我想听听，给我建议我该怎么做？12号。我希望他第一时间是情感上面站到我这边。13号。我希望能先解决问题，再整理情绪。这是一个在女生当中不太常听到的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是？6号。就我觉得我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但是我希望男生就是会给我拥抱啊，这种肢体上面就亲密一些的举动。你看吧，3个人3个方式，这个是情绪第一重要，功能性的第2重要，它是功能性先解决，情绪第2重要。这个是不要功能，我自己会，我只要情绪就 OK 了。
但是就是13号是因为没有太谈过恋爱，所以这是他有些时候觉得好像我只要有方法就行了。但是你真的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哇，那一刻当你情绪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你也许是想听到一个情绪上的呵护，然后才是人生的道理。前一段时间"情绪价值"这个词就屡上热搜，它其实不分男女。我们有时候会误以为女生有时候更多需要情绪的支持，男生是需要这个具体的方案的指引。其实也不是，也不是。男生很多时候在讲的时候，当你在给他讲方案的时候，你已经预设就是你想不出方案，我的方案比你更优，这些很多时候反而有对尊严的这个打击。它对应的是情绪，就对应情绪。如果他要用情绪对你宣泄，那你就用情绪予以回应。他用理性在跟你沟通，你就用有价值的方案来跟他沟通。所以他其实关键是看他跟你沟通的方式，这个叫镜像原理。我们用镜像的方法，其实能够提供的情绪支持和实际支持都会更高一些。最后一个问题，13号。男嘉宾你好，假如把这个谈恋爱想象成互为客户的话，那么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具象一点的女朋友？比如说她做什么样的事儿啊，或者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让你给一个较高的客户满意度呢？我觉得他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喜欢，这个是最重要的。下来就是说，我希望她是一个安静、有思想、聪慧的一位女生。现在留灯的是6号。好的，来看他的直推女生。我们看一下郭汉言的直推女生是于杰17号。男生幽默健谈，聪明睿智，谦逊有礼，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女生的性格开朗大方，温柔有爱心，家庭观念重，两个人喜欢一起探索世界和享受美好生活，会非常在意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和重要性。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如果要选择一个颜色代表自己，你们会选择什么颜色？为什么？我会选择粉红色，因为我比较喜欢粉粉的东西。于杰。黄色，黄色。哇哦，是那种明黄、亮黄色是吗？对，柠檬黄。哦，你的裙子的颜色。比这个再亮一点。色系很接近。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17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6号回去，也可以自己走。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17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6号回去，也可以自己走。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是。首先我要谢谢这个节目，然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然后我选择的是自己离开。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我会选择自己离开，是因为刘登的女生非常的好，非常的可爱，也有她自己独特的一面，但是对我来说，她并不是我想要的对象。我自己可能更偏向于聪慧独立的女性。我想问一下6号，有一点点意外，就是你喜欢她是哪一种类型？
就感觉其实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一个人，从他的谈吐来说，我觉得他是能够为自己说的话负责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棒的。交往的男朋友类型，过去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男生吗？没有，我喜欢以前都是可爱一点的。我自己想可爱了，所以我不能再找一个阳光可爱的那种。这是两个人天天比起来了，谁更可爱呀？刚才这位男生是舒款的，现在还很火的。是，就是这种类型嘛，有人就会喜欢这种非常沉稳的这种男人。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各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叫庞凯杰，然后今年26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她穿的这身衣服感觉才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降落伞包刚刚打开。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对方不要介意我的无表情回复。我的无表情回复不是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不发表情，而是我在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开心，或者就是刚工作完，我可能会一直持续一个面瘫的状态，跟我说很多好笑的事情，我就会哦这样子。哦，是这个意思。孙雪。男嘉宾你好，那假如说你的女朋友就是因为刚开始接触，她不太懂你的时候，你有什么行为能表示你开心或不开心吗？我的无表情回复大多数还是针对有外人在的情况下，就如果比如说我是跟你一个人单独的话，我的肢体语言会很多，然后会对你有一些很亲昵的小动作之类的，可能就不会让你觉得我很冷漠。石贝贝。男嘉宾你好，我要是跟你讲个什么笑话，因为我希望我身边人都可以开心，我想逗你开心。那如果我都已经笑成那样子了，然后你就给我来，我就会很失望。那你会要告诉我还是怎么？你有采取别的方式吗？就是如果你生气了，我还是会哄你的。我是很会哄人的。11号。男嘉宾你好，我跟你有相同的一个，就是我的原生表情，就是不笑的时候，别人可能都觉得我在生气，其实我没有。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之前有去工作，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另一个同事就是他说，你是不是这次合作很不愉快？然后这2天一直吊着脸。我说没有，我只是没有表情而已。对，然后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就是很微笑了，态度已经很好了，然后他们都有对我的态度是觉得我很严肃。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经常爱去理发。我剪头发可能是因为我需要换一个状态，比如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太大，剪头发可以让我放松，可以让我换一个状态。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换状态换得太频繁了，没有想到后果。杨颖娜。您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所以现在是您头发最长的时候吗？没有，其实我最长的时候我有留过很长的头发，就是那段时间没有什么烦恼，然后头发就留起来了。对，那段时间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没有恋爱，然后就心情比较稳定。对，也有恋爱，情绪比较稳定，头发就长。一谈恋爱，3天2头剪头，气的呀。对，就谈恋爱，然后就可能现在也会因为工作，对。斩断3000烦恼丝。好，看第一条片子。别人喜欢做的，我都不屑去做；别人在的地方，我都不想待着；别人爱的，我都不想去追求。我是独行侠庞凯杰，一个编舞老师。曾经高出一本线50-60分，也攻读了最好就业的机械工程专业，但还是选择了跳舞这条路。在吃饭和穿衣这件事情上，我有执念，
鞋子4、5双一样的，衣服3、4件一样的都是常态。我习惯吃同一家餐馆的食物，吃到它关门为止。这些执念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缺乏安全感。小时候见爸爸的照片比他本人多，即使他偶尔回来也不怎么管我。那时候有被忽视的感觉，感受到的父爱也比较少。现在我跟父母的关系有点像吸铁石的2极，太近了反而有点不习惯。所以如果我将来没有足够的能力让我孩子过得特别好，我就不会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在外人看来是不合群，但我觉得何必去虚伪应对明知道不能深交的人。那你现在在北京有几个朋友？4个，3个大活人，还有一个是我的影子朋友 Urban， 跟他在一起我才能释放所有的天马行空。以上就是我，一个不喜欢被规则束缚的舞者。5号。男嘉宾你好，你之前是一个学霸，但是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走那个职业 dancer 这条路呢？考上一本以后，我发现特别不喜欢这个专业，然后后来就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最后就选择了跳舞这条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一定要去喜欢，要去享受这个过程，你的工作或者之后的事情。要不要跳一段我们看看呢？那个不好意思，飞哥，是这样的，因为我个人对这方面也比较介意。因为我觉得我的舞蹈是我的工作，我不是很喜欢在外面展示它。我今天是来相亲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会觉得这现在不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对，所以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不好意思。男嘉宾其实就是我觉得学舞蹈的话，就是比较建议你就是展示一下你的个人魅力，会让各位在场的女嘉宾对你的印象分会加大。对呀。是这样的，因为我有很多视频，如果你们对我感兴趣的话，私下可以过来找我，可以给你们看。这个事儿吧，我们做服务工作的，以客户的需求和感受为第一要务。我们做好服务工作，你们怎么开心怎么来啊。16号。男嘉宾你好，就你刚刚说那个可能对那些收入什么不是特别在乎。那比方说你跟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后女生可能觉得你这份工作不是特别稳定，那你会选择说放弃这个编舞的工作，然后去找一份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些的工作吗？不会。我觉得我很爱你这个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为任何爱的人去放弃你本来一直坚持要去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去努力，比如说我可以去多攒钱，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计划推迟一下。13号。其实我和你也挺像的。然后衣服，比如说一件特别喜欢的丢了之后，我一定要补上一个，就是不穿我也要把它补上。然后饭店也是，喜欢吃的持续去吃。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只是馋呀，你怎么觉得总结了自己是缺乏安全感呢？因为我衣服之类的其实确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想法是想维持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跟我缺乏安全感是有关系的。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要换一个新的衣服造型，他不确认一定好不好看。但是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如果我一直穿这个衣服，这个就是我个性的一部分，我就一直想保持着这样的个性。对，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有不同的分类。如果是在他不在意的事物上持续保持，有一种可能是我不希望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但是在他喜欢的事情上依然充满了好奇和未知，比如说舞蹈。对，就是其实跳舞我不会那么的死板，跳舞会一直学习新的东西。为什么我要提这么个茬儿？其实有些事儿仅仅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些事儿在意，有些事儿不在意。我们在意的事情我们会是一种态度，不在意的事情我们又是一种态度。这些事情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指向安全感这件事情。植贝贝。男嘉宾你好，我开始看你在这个 VCR 里面，就是说有一个是不太容易与人亲近，然后喜欢一个人待着。
那你这个谈恋爱怎么办呀？是这样的，我不是不喜欢与人亲近，我是以后肯定不会跟我有什么过多交往的人多说一句话。就你对朋友来说是很苛刻的，对，是这样子的。就对女朋友要求也是很苛刻，对吗？不会，就是我觉得女朋友是女朋友，就是她如果就是很喜欢交朋友 ，OK， 我可以陪着她，但是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跟她一起，然后就是那样对所有人的面对。他片子里边有一句话说，他不太愿意花时间，明知不能深交，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些泛之交上面。对对，是这个。对这件事情，你们有谁有自己看法的？来，孙雪。不能这样，因为为人处事真的不能说我后期跟他没有交集了，我就不深交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人跟人交往，你不跟他深交，你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就是你还是要做一定的这个社交这个环节是必须要做的。那个女嘉宾你好，是这样的，其实你们可能有点误解我的意思。我说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首先我会有一个工作状态，可以做到就是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感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冲突，能保持正常，以后如果有合作或者有工作机会都是完全 OK 的。但是我是对于就比如说我们要交朋友的一个状态，我是会没有什么表情，但我不会让你觉得我在这儿是难堪的。你只会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对对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你现在跟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我跟我父母现在的关系是挺好的，但是因为小时候可能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会比较忙，然后我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到现在就是长大成熟了以后，就是明白他们当初并不是刻意的，他们也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但是就是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态度特别亲近啊，但是我是知道他们爱我的。比如说前几天我过生日，我姐姐跟我妈其实都忘了，然后我爸记着，我爸给我生日的时候发了一个红包，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发了一个问号，我爸没有回我。只发红包，连红包是什么内容都不解释，就直接一个红包，你发个问号，他也不解释。对对，好酷啊！酷。我想问一下，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会不会将来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你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对于孩子的态度就是会很慎重，我觉得孩子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他不是说你们就是有了该有的条件，你们就要去生孩子。还有就是你能不能给这个孩子足够的关爱、足够的陪伴？我觉得如果不是到这个地步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不要的。要不然我觉得你的孩子成长出来，他也会不开心、不快乐。这个事儿他真的想的还挺多的哈。你别看他说他自己夸张的说面瘫，没有什么表情，跟人交往都淡淡的，但是他表达倾诉的时候是滔滔不绝的，他的沟通的输出的时候，确实还是思考了很多问题。对，他对自己的家庭和成长是有总结的。是的，我们中国的家庭习惯是什么？母亲慈母般的唠唠叨叨，把你生活那个事无巨细安排的非常的周到。父亲呢，我们更习惯的是父爱如山。沉默寡言，什么都不说，一切都在那个眼神里。你以后等你老了，你就懂了。为什么非要这样？等那个时候，他也不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在家庭当中爱的这个角色，都应该在整个我们相处的亲密关系当中，及时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感受到爱，并且习惯于爱的正确表达。看下一条片子。在特别纯真的年龄，我认为动画里的爱情才是爱情，稍有不一样就会分手。大学期间，我认为爱情就是好看的脸，他特别好看，但除了脸，身上没有其他吸引我的点。或许他有所察觉，很快提出了分手。而当时的我特别轴而且蠢，只会疯狂的重复的发无营养的挽留信息，去试图留住他。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不想放手的不是这个女孩，也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莫名的执着。工作后，我认为爱情就是电光火石，而所有的电光火石会消失在31天内，无一例外。他是我的工作伙伴，一次偶然的合作让我们产生了电光火石般的爱情。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在互相迁就的第14天，我们就分手了。分手后才发现，工作关系中的我们才是最舒服的状态。我认为只有把自己放在首位，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遇到对的人。他需要有一点与众不同，和我一样不甘落入日常和俗套，兴趣让我欣赏，长相也与我匹配。另外，在恋爱中，希望他能留给我独处的时间和空间。请允许我在工作间隙、通勤路上、喝咖啡的时候放空自己。实在不行，我会将这个时间放在你入睡之后。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我想找个人告诉我，幸福家庭究竟是什么样的，31天之后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很好奇。刚才那个片子我数了一下，电光火石这个词儿出现了4遍。为什么在你的世界观里边描述爱情是这样一个词？是这样的，因为我最开始对于感情的定义是源自于从小我很爱看动画，所以就是我最开始对于感情的定义过于纯粹。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女生特别喜欢，我觉得我爱上你了，那你就是我的全部，这种感觉，就在那1秒钟。对，是。31天，这是你自己的总结，你的观察，还是来自于你看的某一篇文章、某一本书、某个人？来自于我自己的观察。他的观察人生记录是31天。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了你第1段、第2段之后所有的视频，我想说，我们2个就是简直太像了。哎，表情也像，是不是？对，表情也像，包括而且我们姓也是一样的。哎，对呀。对，包括家庭都很像。对，包括就是说恋爱观，就是生孩子的观念，跟喜欢独处、交朋友，我觉得我们都一模一样。如果在感情上，会不会你受自己原生态家庭的影响，然后不敢去表达爱呢？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所以你的爱情总是那么短暂？其实不会，我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是一个喜欢直接的人，就是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因为我觉得31天过去以后，大家的那个热情消退了以后，它会变成一种亲密的状态，就是类似于结婚以后的那种状态。它并不代表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持续下去了。我相信，就是人和人之间谈恋爱，那还是真实的灵魂的相互陪伴。是的。你不能替代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充满了想象，充满了这个幻想对对方。突然过了31天的时候，看到对方真实的样子了。但是恰恰这个美妙的那个点，就是在于真实的样子被你看到了。杨以大。你好，男嘉宾。你好。我看您 VCR 就是现在找女朋友的标准，就是有一项是要和您长相匹配，就是长成什么样子和您长得匹配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杨以大。你好，男嘉宾。你好。我看您 VCR 就是现在找女朋友的标准，就是有一项是要和您长相匹配，就是长成什么样子和您长得匹配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话是这么说，但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有眼缘，大家互相有眼缘就好了。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我觉得11号跟他长得有那么一丢丢，从类型上面长得还是有点。你不会生气吧，11号？不会。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不会。他怎么可以生气？那个庞玉辉资料里写喜欢小眼睛的。他小，他眼睛小。最后留灯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能灭吗？
我能说理由吗？哎，当然，我就想听你灭灯的理由。因为他跟我太像了，我不想找一个就是从小缺乏一个安全感的人在一起，我缺乏安全感。就是我可能资料也有写，我想找一个，跟我不一样，然后能带我走出这种情绪的人。就是他跟我太一样了，就是我自己都很惊讶。然后包括对爱情，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维持，所以才有电光火石这个词儿。还有更让你惊讶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动女生。所以当你们第一次提问的时候，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很吃惊。你选心动女生的时候，选11号的原因是？就是觉得看着有眼缘吧，可以简单的这么讲。谢谢男嘉宾，就是我们太像了，我觉得我希望你以后就是找一个能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女孩。好，谢谢。好神奇啊！两个人同一个姓儿，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聊了这么多，互动他11号在台上说话次数不多，举手的。但是相似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相似的人，而喜欢一个不一样的人？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自我接纳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很好的，你也许就想找一个同样跟自己很好的人。但你要是觉得我是这样，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对，我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当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先改变自己？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很喜欢自己的某些特点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稍稍的改变一下呢？黄大夫说的话要记住啊。好，谢谢老师，谢谢。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